嗨，欢迎来到巧造咖，我是巧儿。今天来做很优雅、很好吃的瑞典肉桂卷。这周呢，雪下的特别大，出门不认真铲雪个5分钟是出不了门的。但这个季节最适合肉桂卷了。这个食谱呢，即使放到第3天都很湿润好吃哦。瑞典的和美式有什么不一样？瑞典的话就是它有加那个香料、小豆蔻，然后美式的话就一般的肉桂粉，然后还有就是美式比较湿啊，要加那个糖霜，有没有？准备牛奶汤种，先取出总面粉量约10% 的面粉，跟牛奶混合均匀。大概1分钟左右，面糊就会开始变浓稠，但不要停手哦，要加热到100度，面糊呢底部会沸腾冒泡泡，才算是完整糊化。汤种就完成了，放凉至少10分钟。瑞典肉桂卷它的特色，除了肉桂粉之外，会加入小豆蔻。当然可以买现成的小豆蔻粉，可是整颗去壳现磨的小豆蔻香气是最棒的。我是用研磨钵把它豆荚给压破，也可以用锅子来压它，挑出中间黑黑的种子，混到一点豆荚没有关系。它风味蛮复杂的，有点像是柠檬遇到黑胡椒的混血儿。然后你一闻就知道为什么要加它，因为它的柠檬香气可以帮肉桂卷解腻，然后辛辣的部分呢就跟肉桂很搭。来打面团了，冷却的汤种、中筋面粉、速发酵母、常温牛奶、砂糖、盐、全蛋跟多加1颗蛋黄，增加面团的柔软，还有现磨的小豆蔻粉加入搅拌缸内，低速搅拌3分钟，让所有的材料都混合均匀。转中速，大概在5分钟。那记得中途呢要稍微刮缸一下。加入室温的奶油，这个状态呢，奶油会比较好跟面团融合。低速搅拌3分钟之后，让奶油吃进面团，转中速，大概再搅拌2到3分钟就好，整体成团。小技巧，如果喜欢松软口感的话，面团不要过度搅拌哦。解释一下为什么做面包啊，这边选择中筋面粉。我有实验过高筋面粉，做出来的成品呢会偏扎实，然后 Q 弹的感觉，跟我想要松软的口感不太一样。但如果手边呢只有高筋面粉的话，这个食谱也是 OK 的。不用追求太大的薄膜，有就好。面团滚圆，搅拌盆内加点油等等比较好取出。使用伊莱克斯舒肥蒸烤箱的发酵功能。不喜欢太高温的话，启动10分钟之后可以关机，利用内部的余温跟湿度刚刚好，发酵可以1个小时。这时候来做肉桂卷的灵魂，黑糖肉桂奶油馅。无盐奶油先打软，开始打之后我就后悔为什么我要选择这么小的碗。加入肉桂粉，这一次的分量呢没有太夸张，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肉桂风味。香草精跟黑糖。打发约2到3分钟，要打到呢整个呈现羽毛状，变得很蓬松柔软的状态，等等呢才好抹开。好，最高面团整形时间，等一下面团大概擀这么大，然后涂，卷一卷，切。
测试基础发酵是否足够。搓动呢会稍微回弹一点点，但还是会留下痕迹，表示 OK。如果完全回弹的话呢，表示面团需要更久的发酵时间。确认桌面有充足的手粉。这个面团呢，我调整到基本上已经不太会粘手了，不过有备无患嘛。目标我们要擀到宽50公分、长60公分的一个长方形。那现在看到那个黑色一点一点的，不是脏脏的，也不是黑胡椒，是刚刚的小豆蔻粉。尽量呢厚度一致，如果擀不平的话，没关系，不用太紧张，等等还有机会来调整。平均涂上内馅，应该呢会刚刚好用完。整张呢都可以涂满，不用特别留边。涂抹内馅非常疗愈。这里趁机跟大家聊聊一下烘焙科学。今天的明星肉桂，它呢的风味物质叫做肉桂醛，是喜欢油性物质胜过水的。所以刚刚做内馅的时候，为什么把肉桂粉跟奶油一起打发是有原因的，这样可以充分呢带出肉桂的香气。好，来到整形时间，把面团呢上方1/3左右往中间对折，然后下面也是像折信纸一样。这时候呢，你觉得一开始面团厚度不均匀的地方，可以再整理一下，然后稍微擀一擀。头尾比较没有馅料的地方切掉。那每条的宽度约4公分，食谱呢可以做12个。今天的整形看起来很华丽，其实不难。切2刀。面团的剖面朝上，像编辫子一样3股互相交叠，但相信我，绝对比编头发简单多了。最后呢，3股粘在一起收尾，然后把它卷起来就完成了。收口处朝下，放进马芬烤盘内。再做一个。这个整形的方式呢，跟之前分享过巧克力圣诞花圈面包是很类似的。不过啊，这一款的长度短很多，加上呢，它是放进模具内发酵兼烤焙，所以不太会变形，所以整个很简单，很适合新手。2次发酵约50分钟，或是长大1.5倍。进烤箱之前涂上蛋液，然后烤完呢就会亮亮的，充满光泽。这边呢介绍2种装饰方式，直接烤就可以强调它本身的纹路，或是呢可以撒上珍珠糖，那增加一点脆度，然后比较有可爱的风格。2种我都喜欢，所以我们各做一半吧。使用一般烤焙模式，预热190度。伊莱克斯的烤箱特色呢是预热非常快，大概5分钟就会到了。然后呢，它也会显示目前烤箱内的温度。
烤箱有5层高度，肉桂卷的话呢，要放在偏下层，才不容易顶部焦掉。190度烤15到16分钟。出炉啊，超香的，把贝狗都吸引来了。这时候我在荧幕外狠狠盯着它，不可以给我偷叼走。刚出炉呢，面包非常软，所以先在烤盘内冷却10分钟，摸起来不会烫之后再来脱模。家里的空气闻起来都是甜的。你们也知道我最喜欢脆皮了。这款肉桂卷呢，表面呢会是酥脆的。烘烤过程当中呢，因为它都有接触烤盘，底部啊基本上跟那个奶油馅是一起慢慢的烤熟，会呈现很湿润的状态，非常迷人。今天使用马芬烤盘来做，除了整形很简单之外，还有一个好处是小量也可以做哦。不像美式肉桂卷一次呢得烤一整盘，人口少的话，像我们家只有2个人，可能会吃不完。这个做法想吃几个就烤几个，很有弹性。听说瑞典人每天的下午茶 tea time 就是一杯茶或咖啡配上1颗肉桂卷，实在是很幸福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用直接法做的肉桂卷，它一放到隔天啊，就变成硬邦邦的状态，整个吃起来不太 OK。所以这一次介绍汤总的做法，面粉经过糊化之后，它的保湿度会变高，是在没有添加物的情况下，可以维持面包湿润的状态，一个很好的做法。因为我是肉桂卷的爱好者，所以下个月呢还会有美式肉桂卷，就是那个很湿润淋满糖霜的版本。请大家呢跟我推荐一下你心目中的肉桂卷名店，让我参考参考各家的创意。好的，今天分享就到这边，记得帮我按赞加留言。最近演算法好像对我有点冷淡，请大家再多多支持跟分享了。我是巧儿，我们下次见喽，Ciao。